我喜欢将风味浓烈的不同食材结合在一起，形成和谐的美味。享受美食是人体多种感官的全方体验和冒险。在菜肴里运用强烈对比的风味，比如用酸搭配辣，甜搭配咸，是东方人做菜比较代表性的一种风格。我一直想要挑战自己，突破现有的思维框架，在风味搭配上，从旧的灵感找到新的理念。奶香味让我想起这个小时候吃那个大白兔奶糖，其实在西式料理比较常见了。我们东方人很少会用这个奶香味入菜了。英国名厨在测试食材搭配的可能性时，意外地发现富有奶香味的白巧克力与鲜咸的鱼子酱有很多共同的风味化合物，是风味上的完美配搭。这个发现也促使西方料理界寻找创意食物搭配的风潮。希望这次的风味搭配探索，我能把自己原乡的元素和奶香味结合。我内在朴实无华，外在变化无穷。尤其是添加了淡奶香的我，在鱼汤家族里独树一帜。有人说我清澈的汤头是源自潮州风味，当我身披奶白油脂，就有了浓郁的广东风味。没错，我就是街头巷尾无所不在的鱼片米粉汤。每当我想吃一碗鱼片米粉汤，摊主都会问我：“你的汤要加奶吗？”身为潮州人，不加奶的鱼片米粉汤才是我熟悉的味道。1989年，新源记在已经被拆迁的铁巴沙创业，当时就已经售卖加了淡奶的鱼片米粉汤，如今已经传到第二代。让我好奇的是，他们怎么会想到鱼汤加淡奶这个有趣的搭配？我妈妈跟她弟弟 OK 他们两个就出来试看看这个东西，他们觉得加了淡奶那个味道就比较甜，然后它的香味跟卖相都很漂亮啊。在1989年那时，其他卖鱼汤的这个档口比较潮州式，比较传统化，加这个淡奶的时候，人家会觉得怪怪的。它的接受度一开始就很红了吗？以我所知，他们也是有经过很多波折。就是有客人反映啊，以前老一辈的人对接受不了啊，对啊，为什么要这样啊？可是他们经过很多挣扎，还是保留这个东西。他们觉得要跟外面的鱼汤潮州是有不一样的感觉。老板孙佑分享说，他们的鱼片汤是以清澈的汤头为底，顾客可以选择加或不加淡奶，所以汤头就是这碗鱼片米粉汤的灵魂。他们用了猪大骨、鸡骨、巴当鱼骨以及自家的秘方来熬制汤头。美味的汤头是我征服味蕾的最佳武器。在长时间煲汤的过程中，一些游离的氨基酸与汤中的糖分产生反应，生成带有香味的物质。炖煮的时间越长，汤的滋味也就越鲜美。淡奶则是我意外发现的秘密武器。根据厨师的经验法则，奶香味与海鲜风味是料理上的绝配。淡奶的水分比新鲜牛奶少一半，乳糖含量却比较高，奶香味也比较浓。当它遇见鲜味十足的汤头，不只能提升口感，也让我这碗鱼汤喝起来更顺滑。加了淡奶的鱼汤喝起来另有一番滋味。可是古早味的鱼片汤并没有用到淡奶，它们的奶香味其实是一种科学反应。我们这个鱼片汤是广式鱼片汤，没有加牛奶，奶香味其实是自然的。因为我们熬那个鱼骨，那个鱼骨是真的是会
break down and then emulsify into 那个鱼汤，化解到现在进到那个从中拉出它的那个胶原蛋白。对，所以浓度跟那个口感是有点不一样。奶白味香的汤头为我披上一层美丽的外衣。这是煎鱼的油和水经过熬煮乳化，并且在过程中释出骨头的钙质所形成的。我浓郁的奶香味有一部分来自鱼肉里的2,3戊二酮，与乳化作用强搭配，喝起来口感更加浓稠。这里就是配吃你们家的这个鱼片汤啦，一个当然是小辣椒啦，然后酱青，这个很普遍。奇怪的就是这个猪油渣，为什么会有猪油渣呢？其实传统的煮法是鱼汤里面我们会放1-2滴那个猪油，我们现在没有加猪油在那个汤里面，因为有些顾客会觉得我们的汤有点油。猪油本身并不香，可是它原有的醛类物质会在加热过程中产生诱人的香气，配上奶香味浓郁的鱼汤，瞬间提升食物的美味。这就是食物搭配有趣的魅力。我是从吉隆坡来这个怡保的，然后我们吉隆坡的鱼头米就是全部都是有奶的。鱼头米粉是马来西亚有名的汤粉，在茶餐室或美食中心都可以找到它的踪迹，地位就有如新加坡的鱼片米粉一般。据说鱼头米粉加入淡奶的做法源自吉隆坡，充满奶香味的鱼头米粉也成为这道美食的主要特色之一。以前的人比较穷，如果有鱼吃，他们通常那个鱼肉会取出来给小孩子煲粥啊、煮东西啊。然后鱼骨跟鱼头怎么办？然后就想到用那个鱼头跟鱼骨就煎一煎它，然后就放一点姜煎一煎了，然后就放一点水下去熬汤，然后熬出来哇，发觉那个汤很浓哦，白白这样子，就好像有奶这样子，然后喝起来又很鲜甜。但是你做鱼头米不能放那么多鱼头嘛。他们就加奶，然后加了奶之后会很腻嘛，然后就放一点水梅哦，吃起来就有点酸酸的味道，然后那个汤头又有奶又有甜酸这样，吃起来很开胃。大家都说酸味能解腻，其实是因为当乳制品中的香气成分2甲硫含量太高的时候，就会产生奶腥味。这时候咸水酶的加入，它的酸味就能中和淡奶中的碱性物质，也就是2甲硫，进而达到去腥的目的。叶美金让我了解到，在鱼汤中加入淡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达到有如广式鱼片汤的视觉效果。这种做法补足了老百姓在现实生活中对于贫瘠美味的奢侈追求。没想到这样的创意搭配，造就了具有奶香味特色的风味料理。奶香味与海鲜风味的搭配，或许可以是我这一次创意料理的主题。浓郁的椰浆为我增添了奶香味，与鲜鲜的虾米和辛辣清香的香料结合，看似复杂却又天衣无缝的配对，成就我独一无二的地位，让我荣登全球必吃美食第2名。我是一道起源于南洋的料理，小名叫嘎东。说到这里，你们应该知道我是谁了吧？新加坡加东乐沙是本地的美食标志，与新加坡鸡饭和辣椒螃蟹齐名。这道奶中带辣的小吃是怎么从加东出发，继而征服全世界的呢？据说是加东乐沙先驱的这间小店，在岁月辗转的变迁中，传承风味的棒子已经交由年轻一代的美凤来负责。这个拉萨呢是一个牛亚拉萨，它的创始人的名字叫Jat Sui，他是因为跟 Peranakan 牛亚的人住在一起，他们教他的，然后他在研发成今天这个 The Original Katong Laksa。以前是流动小贩，之后1950年代的时候开了我们的第一间店，它的 location 就是在卡洞。连新加坡人喜欢，就是说，哎，那间哪里也好吃，就这样我们被叫成嘎东拉萨。
你们的这个米粉呢是全部有切过的，对，全部剪得短短的。当你拿上来的时候呢，你就一定会含着汤汁一起吃，那整个融合了那个味道。这样讲到汤汁呢，我就发觉到你们的汤汁也不是好像其他档口是这么顺滑，有一点沙沙的那种口感的嘛。对了，不愧是 chef。里面呢，其实啊有虾米，就是那个虾米造成了这个沙沙的感觉。娘惹乐沙注重的是3味，既是椰浆的椰奶香味、虾米的鲜甜味和辣酱的香辣味。椰浆含有脂肪，而制作辣酱的辣椒所含有的辣椒素能够溶于脂肪，稀释了它原有的浓度。虽然我看起来红彤彤，但是尝起来却不如你所看到的辣。这个节目呢，就是研究不同风味的配搭。对，所以我发觉到，就是当配搭上那个鸡哈，你的这个虾米的这个味道，其实汤变成特别的甜。它本身椰浆是新鲜椰浆，它就是甜了。加上虾米的融合，还有别的材料，当然这些材料是我们家庭的，就是秘方秘密，就尤其是那个 ramba，它整个在一起就是等于一个 a good marriage， 就是这样提升了整个拉沙的味道，少了一样都不行。不行。娘惹乐沙随着黄发水先生从街边叫卖开始，继而以家东为名发扬光大，以致闻名全世界。这让我想起对娘惹菜钻研多年的 Chef Alvin 梁国伦，他所诠释的拉沙不仅保留了传统的风味，甚至还能大胆拆解其中的元素，为奶香味注入新的注解。奶香这个主题呢，当然最主要的这个椰浆，给我们的这个香辣酱带给了不一样的味道。我要先把这个给炒香，我们叫把它沾，就是那个虾膏，对，虾膏味道很重，很重，还有这个干虾米，一起去炒。这个酱里面就是有2种不同的虾味，对，会不会是太多余呢？其实它是很重要。新加坡或者娘惹这个拉沙，如果你没有了这2个材料，你就不是叫拉沙了。Chef Alvin 分享说，透过煎炒巴拉煎，不仅能够去除它本身拥有的呛腥味，还能释放特有的鲜味。取了鲜味之后，就得加入小葱头、香茅、黄姜、石梨等等的新香料，制成拥有新鲜味的香辣酱。好香了，你看这个味道出完来了。那配下当然我还有配一个鸡肉。这次我煮这个高汤呢，其实也是想要把它增添这个鲜甜味。像我们因为之前有去访问过，就是正宗娘惹拉沙的那个做法，他们是不加高汤的。现在我们都很喜欢尝试。对。那如果你是老一代的师傅，哎问你敢尝试了就哇被打了，真的是被打。不一样的做法，对。以前就不可以这样子。可是现在的人很喜欢玩味道啦，吃的东西都很多元化了。以香辣酱为底蕴的汤头是我的灵魂，而椰浆则是打造灵魂不可或缺的魔法棒。有了椰浆的调和，我吃起来会有丰富而不失醇厚的口感。很浓郁，尤其是那个虾米的味道，味道全部都一次过冲进去你的味蕾了吧？如果用不同的奶味或者是奶类来替代这个椰浆，我真正想象不出会做成一个成功的拉沙。这个我也是有猜过、有研究过，然后就做出了一道很不一样的风味拉沙出来。艾文，哟，很精致。这个就是我今天所给你带来的拉沙 moment。你可以看到，全部都是拉沙本来的元素，里面有几种不一样的奶香。我想让你尝尝。OK， 在你的右手边，其实是拉沙本来的酱做成那个奶油酱。那其实还有那个 bubble 嘛 foam 嘛，对，它其实用了拉沙的牛奶啊，加了一点酸甘。也是增加了层次，因为它只是吃到那种淡淡的，好像辣椒油又不是辣椒油的味道。就一个就是用 butter 去煎这个三文鱼，还有那些菜全部都是用牛油。都有油煎的吗？所以里面有带给你4种不一样的奶香味。我开始明白到
这奶香呢，可以给这个人巴不同的一个效果。传说某年某月，在中国广东，有一位老奶奶一个手抖，意外造就了今时今日声名远播的我。我啊，就是糊里糊涂被撞出来的姜汁撞奶。奶香与一些甜味香料搭配起来是非常的合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总喜欢把牛奶跟甜品一起做连结。我今天拜访的这家甜品店，60%的甜品都是以新鲜牛奶为原材料制作的。在这琳琅满目的甜品中，或许我可以从中找到有趣的食物搭配。为什么你会想到做这个姜汁撞奶的这个甜品呢？因为我本身是广东人，所以姜撞奶在我们广东是一个很地道的、很传统的一个甜品。这个也是我儿时的一个味蕾的回忆。我就想把这个姜撞奶带过来新加坡，让大家分享这一道养生的甜品。我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喜爱，那是因为我体内的生姜含有姜辣素，它可以解毒杀菌，促进血行，驱散寒邪。它让我在甜品界冠有医疗功效之名。生姜的味道辛辣，芳香浓郁，如果被榨成汁，它的辛香味会更为突出。当姜汁融入鲜奶，就可以提升细致的香气，产生特殊的风味。我们的姜撞奶主要的材料就是我们现榨的那个姜汁，还有我们已经放好1点糖的牛奶。我们先把我们弄好的牛奶放进去，里面加热到一定的温度。这个温度很重要吧？对，温度非常重要，因为温度会影响这个姜撞奶能不能凝固。为了保证这个姜撞奶的撞出来可以凝固，我们都是尽快上这道菜。就是师傅加热完了，我们第一个出菜就是出这个姜撞奶，接着我们就可以这样把它盖住，3分钟就可以吃了。生姜与奶绝对是天生绝配，因为生姜含有一种叫做生姜蛋白酶的凝乳酶。这种蛋白酶与牛奶中的蛋白质混合后，在温度达到70度时，两者会产生最大的化学反应。牛奶内的一种蛋白质就会凝结成固体状态，这样就形成了口感绝佳的我。OK， 我们现在就把它打开。通常我们会把那个汤匙放在上面如果是它凝固了，它就不会沉下去，这就成功了。好，恭喜成功了，可以放心吃了。对，就是这样，一片一片吃。哇，很香，就是它的牛奶的味道已经盖过了那个姜的辣味，可是那个姜的那个香气还是很明显。牛奶真是很滑，比豆花更滑。这个就是姜撞奶的魅力。在这一段对于奶香味的探索旅程中，让我感触良多。一碗简单且具有古早味的甜品，看似普通的食材搭配，背后却蕴含了无数的智慧与科学原理。而顺燕的母亲为了让自家的鱼汤与众不同，一个崭新的尝试成了脍炙人口的平民美食。从 Chef Alvin 的身上，我看到了厨师对自我的严格要求，他们各自以不同的形式激发了我在创作料理时的灵感。现在我在做的是那个奶皮，每个人吃这个奶皮呢，其实是为了要吃这个奶香味了。姜汁撞奶的制作方式让我想起了在煮牛奶或豆浆的时候，上面总会凝结了一层奶皮，这也是另一种结块的乳制品。或许我可以把它应用在我的料理上。奶粉的它的那个脂肪的那个量比较高奶的脂肪越高，它的那个奶的味道会比较浓郁一点。我现在在做一个酱料，它是用这个芥末跟这个酸奶一起合成的。合成之后，我们就会加上一点那个白胡椒。这个酱呢，其实很奇怪，单单这3种不同的材料加起来，它的那个咸味忽然间会提升。现在白色的其实是椰浆，
为什么加这个椰浆下去呢？是因为鳕鱼本身它的脂肪是比较高，然后在煎的当儿，那个热气其实把这个鱼本身的那个脂肪逼出来，我们就把这个椰浆放进去，把这个椰浆的脂肪来替代这个鱼的脂肪，所以鱼本身就有那个椰浆的味道。刚才煎的时候呢，为了就是达到那个外层有一个金黄色，然后现在烤呢就是要慢慢烤熟，因为鳕鱼本身脂肪很多，所以它吸取那个炭烧味的时候比较好吃啊。之前我还以为奶香味只是奶制品才有，其实好像很多材料啊，比如说虾、鱼里头都有奶香味这个风味分子。先吃这个鳕鱼，沾上一点这个奶皮，真的挺好吃的。所以它的奶皮是就我所想象的，就是油油滑滑的，它的那个奶味呢又提升了鳕鱼的那个鱼鲜味，然后加了那个椰浆，所以整个味道是甜甜鲜鲜的，特别好吃。在才觉店里面呢，用这个猪油渣来搭配这个鱼汤，我也是尝试用这个猪油渣来配它这个鳕鱼。它的味道又变到另外一个层次了，挺成功的。说到东方具有奶香的食材，应该就是我们生活中最熟悉的椰浆了。但是不管是牛奶、牛油还是椰浆，它们在料理中扮演的都是陪衬的角色，都是为了让食物更顺滑可口。我想呢，这道菜证明了海鲜风味跟奶香味是绝配的说法。